好，我们又开始直播了。本来呢，计划今天要去航母啊，但是从昨天就开始下雪，所以又在家窝了一整天，哪儿都没去。那没去就录节目呗。但是呢，最近录节目的效率也不高啊，原因也很简单，在拉着儿子写程序。啊，这个不能说是光我自己在这儿写程序玩得很嗨，对吧？那得这个有孩子嘛，要稍微的拉着他去玩耍一下，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么这就是咱们这周日的这个装药盒的活动了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咱们可以尽量聊起来。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啊，给提供话题。然后，如果装药盒装的比较快的话，可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最近的一些编程的好玩的东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反正闲聊嘛，咱们就不需要把这种内容做成那么系列化的课程，或者那么这个什么，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然后，老范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看到问好的了。你们那里都下雪了没？反正北京下的还是很大的，北京好像西边下的比较大，东边呢就一般。哎，如何看待土拨鼠一直死黑小米？哎呀，土拨鼠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老技术人，但是老技术人呢，他就比较喜欢去讲说，这个技术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缺乏底蕴的东西就肯定不行嘛。对于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至于他呢，看到了肯定是非常非常多，国内的厂商，包括他以前的这个工作单位做的这个技术过程中的比较糊弄事儿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而且他呢，其实也不叫死黑小米，他呢是所有的电动车他都不喜欢，对吧？包括特斯拉，没有一个是他觉得是合理合格的，因为特斯拉也撞车也烧死人，对吧？所以他说所有的这种东西都不行。啊，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怎么办呢？他就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新鲜的一些东西，他认为每一样事情都一定是要彻底的经过的测试了以后才能去运作。这个呢，其实是他们这种做航天的人的一个问题。你想他的这个环境吧，就是什么呢？就是试错成本极高。对吧？你想他炸一颗火箭，这玩意儿多少钱？昨天吧，好像中国连炸了2颗火箭，对吧？而且有一颗是成熟度很高的火箭也炸掉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只要为了这个火箭不炸，在前面呢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测试，非常多的这个叫什么呢？这种反复的验证啊，甚至把这个验证的过程都做成手册，把它固定下来。我们下次呢，先要通过验证，然后才能往前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人，对吧？这也很正常。但是呢，这个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搞成这样，特别像互联网的东西、汽车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汽车的试错成本要比他们低啊，这个故障率什么的也要比它这个高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包括汽油车，其实故障率也是很高的，要比那个火箭啊什么那个故障率要高得多得多，对吧？他其实不太理解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俩原来还吵过这事儿啊，后来还讲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就可以随便搞啊？他说那是没问题，只要这个不死人的东西都随便搞。
它汽车这东西是要死人的啊，不能随便搞。后来我想，我说那你知道吗？我说这个 AI 也是要死人的，对吧？我们也随便搞，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东西为什么，或者是到底怎么个运作，号称叫涌现，实际上就是谁也没搞清楚原理，咱就上了，而且这玩意儿死人死的一点都不比这个汽车和火箭少，对吧？但是我们也就这么上去了。他说这个他就比较难以理解。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这个玩意儿真叫价值观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价值判断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说谁对谁错的啊，就是大家的这个看待事物和价值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纽约这边也在下雪哦，很棒。纽约这个号称是穆斯林社会主义者的这个市长，到底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对吧？这个看看这种社会主义市长能够把纽约变成什么样，基本成功就行了。哎，这个事儿呢，就真没法说。是。我觉得马斯克的这点还是比较强的啊，就是你看他做 SpaceX 做这些东西，他就是在做之前也是很多传统的人看不上他，说你这玩意儿你也能做出来。但是他做上去以后呢，这个传统的这些人就会在他身上找理由。你看他还是照我们方式做的吧。马斯克是比较喜欢去打破这种传统规则的。他不是现在号称要做2纳米的晶圆厂吗？对吧？他说你们都搞不定，我自己搞，我要做2纳米，对吧？人家都说你这个我们验证过了啊，做这个东西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这个无尘啊。然后马斯克说不，我就不信这个，我一定要在晶片厂里头去抽雪茄、吃汉堡，对吧？我就是不认为你们这么多地方都需要无尘。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它的一个比较显著的差距，而且这些人呢会在马斯克没有做出来之前去嘲笑他，做出来以后呢就说，哎，我信啊，这个东西就按我说的做的，对吧？他们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呢，这个我也黑小米啊，我也听老范，不影响啊。对所有的事情的看法，这个看法的人几乎找不到啊。对所有事情的看法相同的人，应该几乎找不到吧？对。而且我觉得啊，就其实我什么也不黑，就是我也不会黑小米，我也不会黑华为，我也不会黑马斯克，也不会黑任何人，对吧？每一个企业呢，都有它做的好的地方，都有它做的不好的地方，这个才是常态。对吧？你说，哎，这个小米我就一定要黑啊！只要小米这个做的这个任何东西都是垃圾，然后呢，小米的所有东西都精心选恶，这种呢，其实也属于是脑子里缺根弦的啊。老范，你这个药盒是早中晚3格啊？这个他没有，你看我这药盒是4格啊。大家看看啊。早中晚，还一个叫睡前，但是呢，这个不分饭前饭后啊。大家最近都吃到什么好吃的没有啊？咱们也可以开展赛博吃播。我是刚刚在装药盒之前，刚看着人家去沈阳吃这个各种好吃的，哎呀，看得我这叫馋呢。但是呢，我知道自己反正上去吃肯定是吃不动了，对吧？或者是稍微吃几口还能难受好几天。但是你看别人吃这个过程也是很爽。
好像是这个，哎，我现在没太搞明白，是先是民营航天股票大跌，还是先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连续炸了2颗火箭啊？这个到底哪个前哪个后？我现在没有太仔细去研究这事儿。据说是游资大佬要被摁死了。对吧？说某个游资大佬，然后疯狂砸盘，对吧？把这个各种的民用航天股票都卖了一通，啊，这个就直接获利跑人了啊！这个事儿，总之是要翻车啊！小米车开着如何？挺好的呀，开着很开心啊。那怎么办呢？小米车呢，就是反正我开了多长时间了？有2月了吧？这东西呢，感觉就是个大玩具，非常好玩，功能很多，对吧？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了小米汽车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没有再自己停过车了，啊，都是开到一个停车位附近，说来你去停车去吧，啊，他就停进去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小米车很大啊，就是它内部空间很小，但是那个车的尺寸很大，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不是那么经济实惠的一个造型了。但是为了好看嘛，它就整成这样啊。大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你底盘大了，可以装更多的电池嘛。啊，它停车其实挺费劲的那个车，而且经常停完了以后呢，边上就上不去人了，下不来人了。所以你可以干嘛呢？就是你先下车啊，然后说你现在停车去吧，啊，这个他就自己停去了。然后呢，也有时候停的就不对啊，就是你下车了以后说你去停车吧，结果发现绕来绕去停不进去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车位很窄小的情况，它的规划是会比较混乱的。然后呢，你上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先不上去啊，说你现在给我开出来啊，向左开，向右开，你给我开出来，开出来以后你再往上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东西就跟个玩具一样，非常好玩。然后开的感觉肯定是要比汽油车爽多了，就是油车都会比汽油车爽。我对小米、华为这种产品我倒是无所谓，主要是黑他们这些企业玻璃心不能骂。小米是相对来说比较能骂的啊，他敢拆车，敢这个什么上来挨骂，这也就已经算不错了。真正不能骂的是华为，对吧？你还见过哪个企业比小米啊？其实特斯拉是相对来说比较能骂的啊，小米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能骂的。对吧？雷军也说了，说你愿意批评我没问题，对吧？哪儿出了事儿我也没问题，你说啊都可以，你只要别故意黑我就行啊。这个咱们你说我哪儿不对啊，这个咱改，这都没毛病，对吧？你上来以后就是你啥也不是，这个就你没法回这事儿，对吧？就是所有这样骂的谁都不能接受。你这么仔细的分装药盒，能保证这个不漏吃吗？这个说实话不能啊，这个我有时候也会漏。其实绝大部分骂小米的人呢，自己其实也不怎么用小米产品，对吧？他就是做一个情绪宣泄而已，那就宣泄呗，这能怎么办呢？也算提供情绪价值了。美国现在这样让大家让人太失望了啊！听着 We Are the World，心情好复杂啊！这个美国有什么可让人失望的？人家过人家的日子，人家自己选的总统，自己在这作，对吧？我今天还看一个说，哎呀，你看你这个1月份才过了10来天啊，到现在今天是18号，还没过到20天呢。这个川普已经开足马力折腾多少事儿出来了，这个确实是很开心啊。我觉得到中期选举，他变成少数党总统以后，可能就没这么大活力了，他就需要天天去跟国会做斗争了。其他的，趁这大半年吧，好好折腾吧。然后。
来了啊！这个准备找时间去吃西贝啊，西贝其实还行。西贝在所有这些餐饮行业里头，餐饮的这些馆子里头呢，算是中游偏上啊，已经算不错了。只是呢，这个贾国龙贾老板呢，还是有点哎，这个还是没太学会怎么去在这个互联网社会里生存啊。本来都过了该这个什么的时候。该这个好好的舔舐伤口，好好往前走的时候，非要出来再折腾一把，那只能再关店了啊！这个没什么办法了。感觉今年很精彩，我觉得至少川普在多数党总统的时候一定会很精彩的，但是我相信他，咱们猜吧，打个赌吧。就是中期选举，共和党要废。希望过个几年他在监狱里待着，谁呀？川大爷应该不至于，但是也难说了，他反正折腾吧。自媒体都要感谢川总给他们带来的流量，绝对的呀。川的统领真的是，你说有多少东西可往外讲？你像原来拜登在台上的时候，像我们很少讲到拜登干什么了，拜登怎么样了，对吧？这个川的统领去年1年就贡献了多少话题？你像我这还不是时政博主呢，也蹭了不少期。来了，点赞啊，欢迎。贾老板还是想把司法拉下水啊，他真的是蠢。这个也不叫蠢，他就是有这种局限性，你怎么办呢？他就觉得我每次这么做都成了，对吧？我身边的人都是听我讲道理的，那我就要去讲道理。这个我今天听到一个特别好玩的，说贾老板跟这个罗永浩吵架，像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老公要去跟老婆讲道理啊，俩人吵架了，这老公就想着说，这个我就要一定要跟你把这道理讲明白，这玩意儿讲不明白，对吧？而罗永浩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去调动情绪的一个人，对吧？人家就讲情绪价值。现在罗永浩也说，我也不想跟你再去折腾这事儿，没意思，对吧？折腾了半天他也挣不着钱，你说折腾他干嘛？没劲了。而且呢，这个就是罗永浩折腾这一次呢，肯定自己也很亏啊，这个一定是有很多人给他施加压力了。你想他交个朋友，他也得卖食品，卖所有这些东西，你跟全行业过不去，这事儿一定是不行的。而且贾国龙呢是要上市，对吧？本来是要上市的企业，给他给做黄了。在中国真的是，你阻碍一个企业上市，真的比杀人父母还狠啊！而且不光是杀一家人的父母，你想一个上市企业后头有多少大老板，有多少这个富二代不是官二代、红二代，在后边盯着，准备挣这一笔钱，准备割这一把韭菜呢？结果你给人干废了，这个绝对是太招人恨了啊！这个事儿绝对的。我觉得贾老板就好好的，啥也别说了啊，舔舐伤口个2、3年，大家把这茬忘了，也就慢慢的能够恢复过来。就是整个做的东西其实还行，就口味啊什么的都还可以。我也这样想的是啥啊？这个公司现在让开发一个可拖拽操作就可以生成网页 APP 的低代码平台，这个有市场前景吗？谁会去用？没市场前景啊，别费了劲。那个什么WIX， 然后有一堆这种产品啊，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大家连拖拽都懒得拖拽了，因为拖拽你还有拖不齐的时候，你想把它拖好看了很难的，知道吗？这是一定是我那个岁数的老板才会想着要拖拽，
对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 Windows 上开发都是拖拽啊，这个随意摆放各种组件。现在的网站也好，或者是这个 APP 也好，都不拖拽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现在的网页都是靠排列，靠 layout， 就是你现在是横向排列、纵向排列，靠左靠右居中，对吧？而且还要做什么响应式设计。你在这个宽屏显示器上，在长屏显示器上，你在 iPad 上，你在这个 iPhone 上，你都得能够合适的显示。你要在这样的系统上，你要想去拖拽，不开玩笑吗？所以千万别惦记做拖拽啊，这事儿没戏了。贾老板把关店的全国原因归咎于老罗身上，哎呀，这个我觉得啊，到现在为止呢，贾老板从来没有想到过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但是呢，这可能也就是人家能当老板的一个原因啊。像很多人呢，都喜欢出了事儿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然后自辩啊，我没错，我真的不怪我，我没干坏事啊。这种其实都属于是一种弱者心态，对吧？贾老板这种可能才是强者心态，永远都是你们错了啊，都是全世界的人对不起我，就跟这个曹操似的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对吧？这种人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代枭雄呢。但是啊，这些人呢，在逆境的时候就会沦为小丑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弯腰。那有些人呢，又重新站起来了，对吧？那可能又这个最后还是成王败寇吧，啊，也就如此了。川大爷再玩下去，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啊。好的是这个什么后发国家有机会，不好的是自由贸易更崩溃。其实我觉得倒也不会自由贸易崩溃啊，他现在玩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各自谈各自的，你不要捆绑，对吧？美国我就谈美国的，你们谁愿意给谁加关税，你们自己加去，跟我没关系。我就愿意给你们加，然后我挨个挑着加啊，今天给你加，明天给他加，啊，这个我想要哪个岛我就自己说，说完了以后你们不愿意给我，我就给你加关税，对吧？就是这么个简单的玩法。然后后边比如说，哎，这个中国愿意给别人加关税，你加去，我不管你，对吧？你别拉着我。他就玩的这么套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不要拉帮结派。好，然后这个发行商2025年过得很不好啊，让西北上不了市。这个西北上不了市，估计确实招各个二代恨，这绝对的，绝对招人恨。低代码平台10年前火过啊，也只是火过，这是一个伪需求，倒也不能算伪需求吧，但是它的需求肯定没有那么大。就很多人觉得这个 AI 会带来低代码平台的再次伟大，但是呢，最后人家直接 Web Coding 了，而且我现在觉得整个 Web Coding 的这个玩法可能会彻底发生变化。因为我最近就这2天在带着我儿子在写一个小程序，他说我要写个提醒吧，这个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做个定时闹钟什么这种玩意儿，都是第一个要做的东西嘛。那我说那就做呗，对吧？这个后来我发现以前呢，这个像我们那时候开发最早的呢是瀑布法开发啊，先写需求分析，写完需求以后做这个框架设计、选型、技术选型。对吧？然后呢，再去做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是，一些什么这种数据结构啊、数据字典，在做这种设计。我记得那时候叫14章，14份报告写出一个系统来啊，就是这样的，就是瀑布式开发。后来呢，说不能这么干了啊，咱们玩敏捷开发啊，大家都玩看板啊，我们先去这个怎么去把这个程序。一些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不需要说我把整个的版本封起来啊。像以前瀑布式开发，你必须要封版本，对吧？这个需求啊，我们在这个版本做啊，下一个版本之前，这个分完版本以后，再有新的需求，我们就不动了啊，一定要把这个版本这个验收通过了以后呢，我们再做下一个。后来瀑布式呢，后来这个敏捷开发就是大量的需求是碎片化的啊，然后就一个一个往前走。现在呢，
可能又要变化了，对吧？现在变化成什么样呢？就是你大量的代码你可以反复的重来，对吧？像以前是这个，你比如说以前这个做架构设计的人，对吧？你要改了架构，下边代码要重写，但是呢，一定是要非常非常谨慎的来做这件事儿。现在根本不用，就是你只要知道要干什么，不行再做一次呗，不行再做一次呗，不行再做一次呗，把代码这一大段代码扔了没事啊，扔了再做一次。因为现在写代码的成本在快速下降，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能够把需求想清楚，能说明白这块，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了啊。20年前就有样板网页软体了，对这个啊，Dreamweaver 这都死了多少年了？这东西我还用过呢，这暴露年龄说这种软件，对。我是米粉啊，全家好多小米手机、小米扫地机器人、小米什么微波炉啊，这个感觉其实就是个不太安全的大玩具而已。真正的绿化带战神神车啊，这个广告骗大众，小字取巧，1000公里只充一次电啊，真是恶心到我了。难以想象老范会有这么高的容忍度。你这是真米粉还是假米粉？对吧？真米粉不是这么想问题的啊。其实呢，很简单，绿化带战神呢，你可以去看这个各个车的这个叫什么呢？各个车的事故率，小米并不比任何其他的车高啊。然后呢，所谓绿化带战神呢，就属于是被带节奏了。如果你真信呢，那就属于是脑筋不太好使啊。至于说1000公里充一次电，那很简单啊，对吧？这个你出门之前充满了，中间充一次。不就到了吗？那你1000公里中间是不是只充了一次电，对吧？然后你以为充了一次电往外开了1000公里吗？这个我觉得你就这点理解能力还觉得恶心，那你应该为自己的智商感觉恶心啊！我能容忍你在这儿听啊，也就是这样了。老贾想拉这个内蒙古下水，下不了水，我估计呢，很多人也在逼他。对吧？因为前面做上市肯定是他在做嘛，欠了钱也是他在欠，所以他最后还是要找个垫背的呗。但是你去找罗永浩，罗永浩根本不会理他。Web coding 做瀑布是不行的啊，出来的效果很拉，对，这不能做瀑布。Web coding 肯定有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玩法。现在不上班啊，我也想找班上，没人要我呀。这个西贝这个梁子老罗确实是结下来，这个，但是怎么说呢？这有些人就是过不去这坎儿啊。那你如果甲骨龙过不去，那就只能这样了呗。AI 根本写不了我的代码啊，我用 C++ 写个容器，都写不了啊。什么毕数根本写不了啊。你是没有好好用啊，你好好用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代码在 AI 面前就像屎一样，对吧？嘁哩咔嚓给你改了。20多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西贝火过一阵子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西贝做得好啊，是大环境好，做啥都挣钱啊。这次西贝大概率是起不来了，哎，其实他好好忍一忍是能混得过去的啊。我觉得西贝如果没有赶上老罗，其实不会出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贾国龙自己好好做饭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他不要在互联网跟人吵架就完了啊。怼得太好了啊，这个没什么。其实最难的是用纯文字描述需求，哎，这说对了啊，就是你能够把需求说清楚是最难的。所以现在呢，最大的变化就在这儿。我们以前做瀑布式开发，因为我原来在波兰的嘛，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错误是成本是最高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需求分析、架构设计、编码哪一个成本是最高的呢？就是一定是需求分析错了，这个成本是最高的。因为你需求分析错了以后，你后边的架构设计，你后边的这个什么系统的这些分析就全都是浪费的。
你必须要从头重来一遍啊，这个成本太高了。现在 Web coding 以后就不用费这劲了，对吧？你做错了怎么办？推倒重来，再做错了怎么办？推倒重来，因为后边的成本都是 AI 干的，对吧？撑死了也就是1个月$20或者1个月$200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会员费嘛，它成本就非常非常低，所以你可以一遍一遍重来啊，它就变成这样了。这个叫什么 Anti-Gravity 还挺好使的啊，我今天还使了一下。前面那个不喜欢小米的人啊，你在这里敲二极管，对，就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挺简单的啊，就是每一个人呢有自己的这种认知啊，然后呢很难突破自己的认知。你的认知呢就是说，哎，他们又出了一个什么幺蛾子，我一定要去信，对吧？这个，然后我又觉得我爽了一次了，这个也就只能如此了。啊，没有任何价值，这种爽，对吧？你说，哎，这个1000公里只充一次电啊，这个我觉得很恶心。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它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吧？雷军自己也开直播讲是1000公里只充一次电，他也不在意你去说他，对吧？说完了以后，那咱聊呗，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从北京出发，开到上海1000公里，我在北京充满电了，中间停了一次，充了一次电，到了，这有什么问题吗？对吧？这个有些人混在 Web Chat 时代的 AI，现在都这个Cloud Code 还是什么这个看 Agentic Search 了，这话说的别扭，我没看懂你要说什么啊。北京外边积雪了啊，积雪了啊，可惜没人一起打雪仗啊，摸了一把。也没动硬啊，这个就这样吧。我觉得反正我今天也出去溜达一圈，差点没摔一跟头。现在腿脚也没有那么灵活啊，这个就是肯定没有年轻的时候灵活。现在下雪了就不太敢出门了，真写不了。哦，一开始就是用 AI 写的，哎，写的直接跑这个什么地址啊。清洁器就炸了啊！这个我觉得啊，你一开始用 AI 写不了，你现在再用 AI 试试，对吧？AI 每天都在发展啊，这个很多原来 AI 干不了的事儿，现在都能干了，这每天都在有巨大的变化。你不能说，哎呀，我原来试过它不行，我就记住了它永远都不行，这个是不行，不能这么干的啊。老登已经过时了啊，但是老登不知道还非得亲自下场、亲自上阵，那没办法，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他，怎么办呢？我不是写业务代码的，我知道你写库的，写库它也可以搞定。原来我一帮哥们儿是写安全代码的，对吧？这个写各种底层安全代码，他们上去以后也是发现说 AI 是可以给它进行很多的优化和调整的，对吧？也是可以给它贡献非常多的这个思路的啊。你还是要去试一试啊！你如果没试过，或者说最新的东西你没试过，你就不要来讲这个。对，我也用过 Dreamweaver，这个很老了啊。前台程序员的活你也会啊？这不，真正用 Dreamweaver 的人都不是前台程序员，对吧？都是我们这种后端程序员才去用的。前端程序员都是直接在这个编辑器里头干活的。AI 写的太烂啊，根本没办法。这个我觉得你还是上最新的试试啊。AI 写一次，这个你这个到目前为止你还在这跟我轴，对吧？这个你让 AI 再重新写，你是今天试了吗？对吧？你上这个 Cloud 4.5 Opus，对吧？你上这样的模型，然后你能够把这个叫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个需求说明白，你让他去给你写去，对吧？你不要说我去年试过啊。以前还是用图形来辅助啊传递需求，现在是这个纯文字啊。这个现在你可以上图，你给他图，他也能够把这事儿搞明白啊。这个，但是呢，他现在肯定是不画这些图了，就是你要求画个类图啊，画个什么这种什么信息图啊，这个他现在不怎么画了啊。以前这个老范怎么看全面禁飞无人机？也不是全面禁飞啊，就是。反正北京肯定都不让飞了呗，我现在还得想上哪儿飞去呢啊！
这个 Dreamweaver Firework 我没用过 ，Flash 用过一点点啊，用的不多。后面样板网页都是 WordPress 了，WordPress 都不能算样板网页了，但是 WordPress 后来也是可以拖拽了啊。最近研究游戏，发现好多游戏都有种田的内容啊，模拟经营种田，提升用户粘度嘛。想起来 QQ 农场，这个倒不是提升用户粘度啊，就是它有一部分的人喜欢这个类型，用户也是分很多种的，对吧？我儿子在外边打33号远征队呢，真的用 AI 写代码，每个月不止200，这个肯定是要更多一些啊，200美金就是说你买一大账号而已。来了来了来了啊！看看什么看直播了啊！你看到了 Anthropic 的最新报告显示，高端任务需求最大，这个准确率低，但是也超过50%，50%的准确率，相对于几万月薪的程序员来说，成本降了非常多，这是肯定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还有说这个啊，昨天还在用呢哈，每天都在用，就是写不了自己写的，哎，这个我觉得您再好好试试啊，不知道你用的是谁家的模型。我昨天还试了试那个 GRM 4.7啊，确实还是有差距，不行那个东西。Flash 其实，放在现在的年代也是超越80%以上的这个网页交互，但 Flash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交互好不好的问题，Flash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内存泄露，底子太差，对吧？这个而且它这种底子呢，就是当你规模做大了以后，根本就没法去跑啊，就是累积的误差实在太高了。我记得当时是这个，我还参加过一段时间 Flash 的一些社区活动。社区活动，比如你组织一个论坛啊，下午大家来讲，然后这下午比如说5个嘉宾上台演讲，4个人在讲怎么解决内存泄露的问题，你说这玩意儿咋弄？后来是到手机端啊，最后就实在不行，把这个 Flash 全封杀了。一开始 iPhone 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坚决不支持 Flash，然后安卓出来的时候说我们先支持一下吧，后来也不行啊，因为你只要敢上 Flash， 那个安卓手机就烫的能着火，最后也是封杀掉，不让它跑了，啊，实在是不行，这个东西谁也搞不定。因为在手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谷歌的人、跟那什么人都沟通过这个问题，实在搞不定它。谈 AI 写代码不行的，有点脑子不灵光，这个倒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有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哎，我这个AI 代码到底是怎么用的啊？其实他也不说他到底怎么用的，对吧？你比如说我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模型，用的什么样的工具，然后我是不是把所有完整的代码都给到 AI 了，对吧？他也不说，他就说这个我就有一个需求，他写不出来，那这个我就没法说你了啊。老范猜的真准啊！让搞低代码平台的那个老板就是年纪很大了啊，快60了。之前做出了一个可拖拽生成大屏的产品，但是真正使用的用户不多啊。这个因为我们以前的产品用户量都不是很大的，普通用户很难配得起一个大屏幕。这个所以你就别跟他费劲了就完了啊。如果把项目上下文、功能需求分析和任务，这个所有的这种 Markdown 都写清楚的话，这个现在还是可以写的很好的。老范，我觉得我说1000公里那个哥们儿，意思是雷军的这样的话术让人讨厌啊，不是说1000公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雷军呢，最后讲说我1000公里中间只充一次电，这个事儿呢本身也没毛病。对吧？那么有些人呢，一定要过度解读，所以要诱导大家。他说：“你看，他1000公里只充一次电，这个呢，我觉得是谁坏人，大家自己分得清楚啊。如果你说这是雷军说了以后，有些人说我就一定要这么理解，然后我就一定认为你给我骗了，那我们也没办法，对吧？那就属于是我傻我有理，那怎么办呢？
这个我用这个 Dreamweaver 的时候还是这个Macromedia 的啊，对，后来是被买了，对，他们家是3个嘛。我的代码在这儿啊，你可以来帮我写。您到底是写什么的，对吧？您这个到底用了什么工具？您要不是你要一定要跟我讲这个呢，你就跟我说清楚，对吧？咱就老唠这个没毛病。Flash 交互真的好，但是底层结构真的烂。低代码的是很尴尬的业务啊，我一直就觉得低代码是很尴尬的业务。操作的门槛很高，然后呢，复杂度上去了以后呢，操作这东西比这个直接上代码还费劲，对吧？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我记得原来那个 SharePoint 出来的时候，我还上微软去培训过，啊，这个他就说你们不用弄啊，你只要拖拖拽拽，然后这个点点确认确认，然后拉拉线就好了。但是呢，一旦复杂度上去了以后，你还真不如直接写代码。小米这个体量的企业，如果断崖式倒闭了，会不会比万科倒闭更地震？其实也不会。万科这种体量，小米还达不到。就是房地产企业跟这种造硬件的企业完全是2个不同的体量。小米也不是轻资产啊，小米是重资产，对吧？它呢原来是轻资产，后来等于有一大堆工厂，对吧？这个还是挺费劲的。说 AI 不行的啊，真的要找找自己的原因啊，我觉得也是。这个记得上次全球停用 Flash 的时候，导致地铁局老旧系统瘫痪啊，还发文骂街。这个咱们想那个就是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用 IE 嘛，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在里头用那个东西叫 ActiveX。那个是微软特别老旧的一个技术，但是呢，就好多系统就拿这玩意儿写的，我一定要用，所以好多的那个老的系统就一定要用 IE， 而且还要用 IE6。哎呀，我库上下文10万行啊，你慢慢写，他都没训练过怎么写。我有特殊的需求，现在的代码都没写出过怎么办？没有数据训练。哎呀，这位老哥呀，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有100万行代码都没毛病，你不需要训练。现在的都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上 Cloud Code 的这种系统，你让他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分析，对吧？他现在你的代码上去学习，现在你的代码去训练。你说我不给他，然后你就给他写，你给我写，你还说不清楚，那他当然写不出来了，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你就把所有的代码都给他，然后说现在你去理解我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呢，你先跟他聊聊完了以后呢，你确定他理解了你在干什么之后，啊，你再去调整，说你现在给我多写一个什么东西，对吧？这个是可以去干的。你什么也不告诉他啊，或者说你不告诉我说你到底用的什么，这事儿就没法讲啊。小米相对万科是轻资产，这肯定的，万科那么多地呢，对吧？吃的什么药啊？就是降压、降糖、降脂、营养神经，然后维生素、鱼油啊，那吃这些东西。类似 Flex 啊，复杂度上去以后啊，一个画布，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的复杂度是一个双刃剑啊。但是呢，你又很难找到说上这种这个叫就是什么轻代码平台里头这个正好适合它的这种卡边卡沿的这种复杂度的项目很难找。先说用什么工具，对，这哥们儿就老也不说，你用什么模型，用什么工具，你到底怎么用的，他说不清楚。同样叫 AI，差距很大的啊，是这样的，把需求写清楚，可以写个大概的啊，是。而且呢，你有的时候啊，其实不一定需要让他写出什么来，你让他给你提出建议就完了。对吧？而且这个最讨厌 AI 的这个 Linus 大神啊，最近也在用 AI 写 Web Coding， 对吧？这你说你跟谁说理去？我接触的一些程序员也是觉得 AI 不行啊，觉得 AI 各种问题。
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有些人就觉得，哎呀，AI 写完了以后不够规范啊，AI 写完了以后有一些差异啊，那就没法整了啊。自己再补补锅啊，这个什么讲的哪段啊？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慢慢跟 AI 去聊。老范觉得所有 AI 编程对普通个体创业有意义吗？这个现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号吹嘘 AI 编程，我怎么感觉门槛会更高了？这个其实不是门槛更高了，就是我一直对于 AI 编程的看法可能跟很多的主流的不太一样。就 AI 编程这种东西啊，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你在 Excel 里头能够算个平均数，是吧？所有人都可以在 Excel 里算个平均数，但是呢，你对于那些真的做投行的那帮人来说，咱们会的 Excel 跟人家会的 Excel 是俩东西，对吧？但是呢，你有了 AI 编程了以后，你也会算个平均数，所以呢，AI 编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解决的是最后1公里的问题。点赞啊，欢迎！你现在工作基础上99%都是 AI 写的代码，倒也不，我现在工作基础上那也挺好的。现在呢，我其实真正想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AI 写代码这件事能不能真正达到不看见代码，对吧？就像我前面讲的是，咱们自动驾驶啊，L1、L2、L3、L4，就 AI 编程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达到 L3啊？就是把方向盘去掉，我们不用看见代码就可以得到这个自己想要的东西。现在呢，距离这一步还很远啊，或者说也不能叫很远吧，也许今年能达到吧。甚至有些人只用网页聊天啊，就说不能啊，这个倒也不一定了，就是他自己没有说清楚到底怎么用的啊。这个我情愿 Web Code 啊，让 AI 自己去看啊，别给我一个 UI 低代码。是的，现在就是直接让他干就完了。老范啊，这个聊嗨了啊，记得点赞，对，大家都记得点赞啊。AI 编程啊，要看用哪家的模型。是的，用这个 Gemini 3啊，就指哪儿打哪儿啊。现在我最近试了一下，就 Gemini 3啊，Cloud Opus 4.5，然后这个GPT 5.2 Codex 啊，这3个模型我都感觉差异没有那么大啊。这个可能 GPT 要稍微的弱那么一点点，Gemini 3 Pro 和这个要比 GPT 稍微强一点。然后呢，Cloud 4.5 Opus 是最强，但是那玩意儿最贵。这个怎么说呢？DeepSeek V3.2 我也试过啊，然后 Minimax 2.1、Kimi 这个 K2，然后那个 GRM 4.7我都试过，就是基本能跑，但是呢，错误很多啊。这个错误很多了以后，对于程序员来说就很痛苦。这个 Steam 不是已经好几个单人用 AI 开发的这个游戏上线了啊？是的，其实用 Unity 这个上 AI 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啊。才刚刚开始嘛，没有啊，也不叫快结束了，没事，待会儿咱们聊点别的。Cloud 的 API 实在是太贵了啊，这个是真的。DeepSeek 性价比高啊，但是国外公司很多都不敢用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编程这件事啊，没有性价比这件事儿。编程你再贵，它只要错误率降低，都会有人去用啊。因为编程本身的，你像程序员的工资是很高的，对吧？你用 Cloud Code 这个东西，你是不能去挂 Cloud API 的，你必须是去买套餐。你挂 API 是会贵死你的，就绝对没法使。啊，这个你去买一个$200一个月的套餐，基本上是够用的，对吧？这个不会发现不够用的问题。你像$200也就是一个月1400嘛，你一个程序员，对吧？你一个月怎么得几万块钱吧，一两万、2、3万，啊，你说我是3000块钱的程序员，那咱就当我没说啊。你要几万块钱的程序员，你说你一个月花个1400块钱去买一个这个 Cloud 账号，又算什么呢？不算什么啊，这个。真的不差这一点钱啊！你说 DeepSeek，你说给你这个一个月
200块钱啊，假设是这样的，200人民币啊，然后我给你一个套餐，但是里头比如说错误率是50%啊，那这绝对不会有人使啊。所以在 B 端啊，写程序这件事上没有性价比啊，只要你能够提升，我就用最贵的。最近1年半，没有手写过代码了。Cloud 3.5以后，是 Cloud 现在写程序确实是相对来说还可以了啊。看不见代码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呗？还真不是啊，就是你就跟咱们开车似的啊，就是自动驾驶，有方向盘跟没有方向盘真的是差一大截儿，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一行代码不会啊，用 Cloud 在这个 Obsidian 中写了一个价格行为的学习插件啊，这个其实也可以，但是呢，这种系统呢，就是你自己使是没问题的啊。现在这些东西拿出来还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的 AI 编程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你比如仓库里边的，或者说机场里边这种封闭场所里的车，你让它上街呢，大家还是不敢的啊。因为上街的有很多的这种小细节，它对不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预测一下 DeepSeek V4 真实代码能力能不能超越 Cloud Opus？ 我估计很难，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难的。DeepSeek V4 呢，这种其实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叫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呢，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啊。美好的愿景说咱们做吧，做出来我们都还是愿意去试了就可以了。代码生产是所谓的这个税后收入啊，不会有人什么不会有人赚编程 token，不会有人先编程 token 贵的，绝对是这样的啊！不，编程 token 确实贵，但是可以买套餐。养程序员的成本贵太多了，绝对是这样的啊！一个月2万的 token，比月薪2万的程序员更有性价比。这个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200的 Cloud Token，是我1周的消耗量。这个应该不至于吧？你买的是 Cloud Code 的那个什么吗？那个叫什么账号吗？如果买账号的话，应该基本上够使啊。最近试了一下 Codes 编程啊，这个问题不好啊，但是感觉一旦稳定下来啊，还是挺有希望跑出来的，至少比腾讯那个 AI Coding 这个强太多了啊。Codes 其实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就不玩了。Codes 还是限制太多啊。后来呢，我是从 Codes 转到 DeFi， 从 DeFi 转到 N8N，这个我是一圈转下来的。最近我如果有些这种需要自己处理的东西，我都是放在 N8N 里跑。我在日本多年，深有体会，国内的人根本不明白这几年中国车厂给日本、德国各大车厂多么巨大的压力，有吗？没感觉啊。我觉得日本不是还是好好的买他们日本的车吗？4.5 Opus 什么 mode 需求分析 GRM 干活，这个 GRM 干活还是不行啊。GRM 我昨天跑了一上午，快折腾死我了。公司付费的 token 计费模式，我天，这不是疯了吗 ？token 计费模式是千万不要这么干，贵死你啊！一定还是去这个买那个什么去啊，买账号去。Codes 是不是 Tree 那套啊？不是啊，Tree 是我用 Tree 我也用出阴影来啊，就是 Tree 当时是给了我极大的这个心理障碍。我最近是把身边电脑上的 Tree 全卸了，实在受不了。我看看啊，50多分钟啊，给大家看点好玩的吧。来啊，这个，哎，对。Anti-Gravity 的 Pro 用户给的这个 Cloud 的用量很足啊，我还没有去那儿付费去。来，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叫 Stitch 吧？有人玩这个没有？咱们讲一讲有没有人玩这个？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啊。这个是谷歌的，它的网址呢叫 stitch.with google.com，它不是 stitch.google.com，是 with.google.com，是跟 Google 在一起啊。然后呢，你就只管提要求就完了。它这儿有3个这个，有什么啊 Flash，有这是 Gemini Flash、Gemini 3的这个 Pro， 还有这个用 Nano Banana 啊都可以啊。比如说吧，Nano Banana 你可以给它一幅画给它幅画以后，它就拿这个画去进行重新设计啊。咱们比如说是这个，咱就 Flash 吧，省点事儿啊。说我现在想要一个。我想要一个中文的这个Flutter 应用做吃药提醒，做一个药盒的样子要区分药片的形状和颜色，要有药品有药物计划输入的步骤界面，然后要可以干嘛来着？我想想啊，要可以定时提醒客户吃药，对吧？生成吃药这个总结报告啊，假设是这样啊，我们写需求进去了，然后呢，咱们就让他干活去，然后这哥们儿就开始去画去了啊。这边是一大堆的这个开始生成了啊，这个人去思考去了，咱们就不管它了。真正用这个和这个写项目啊，一天100-200美金，就是你烧 token 肯定是烧出这么多来，都不需要一天啊，一会儿那100-200美金就没了，来吧，生成吧。这个样板生成，对，它就是干这个使的啊。来啊，第一个界面就来了。我这里也能下一天雪，我这里也是下一天雪，只能待家里。这是在哪儿啊？可以输出 Figma 啊，它可以输出 Figma，但输出 Figma 多讨厌啊！我就不会使 Figma 啊。咱们待会儿就直接输出代码，然后让它直接把代码写成程序啊。咱就干这件事儿。日本单靠其国内市场是不可能维持其庞大的汽车产业的啊，德国亦然啊，这倒是啊，还是要那个什么，这个太牛逼了啊！是的，来啊，你看看啊，这个就开始有这个界面出来了，添加啊，这个太牛逼了啊！你还没看到牛逼的呢，待会儿咱们再看牛的。这个 group 编程不行啊，但是这个训练语料太大，用来聊天能聊出很多惊喜。group 其实不是训练语料大，是 group 只是百无禁忌啊，其他的那些呢限制太多。哎，啊，你看2个界面了啊，这是一个界面，2个界面了。啊，下头还有啊，它是一个一个这样的界面啊，它竖着排的讨厌，它为什么不横着排呢？
Grok 编程我没怎么试过啊，用过几次，效果一般。然后直接出 APP 高保真原型啊，差不多是这样的。Layout image to CSS 和 JS 是这样的，它呢就是最后你看啊，比如说我现在想要这个界面吧，你可以 preview 啊，然后呢可以这个可以编辑啊，你可以添加这个到聊天，你说我要再加什么减什么啊都可以，然后也可以生成啊，要求变体啊或者什么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比如说我可以直接看代码啊，代码实际上就给你一个 HTML 的一个代码。待会儿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复制出来，然后让这个直接生成啊！你看又来啊，还要接着生成啊，它还有界面要生成呢，这个都竖着来，真讨厌。玩过出 UI 图，这个好，这个不用到 Figma，你就待会儿我们就直接把那个链接啊，直接把这个东西导出到这个啊，这儿又来了一个啊，阿司匹林已服用。行吧，咱就这2页吧，其他的你看它一页一页还在那接着出呢，咱这个就不跟它费劲了啊，咱就做这2页。然后呢，我现在去这个 anti-gravity 吧，来按 anti-gravity 这个。我看看啊，应该怎么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啊？来，再添加一个，停掉这个，然后再受下一个窗口。对，这个啊，然后下边咱们比如说到 anti-gravity 里来啊，这个到这儿呢，咱们先去 new 一个 Flutter 的 project 啊，先去干这个去 application，select， 行吧，信任。好，干活去了啊！它现在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Flutter 的一个应用啊。然后呢，咱们新建个文件夹吧，叫 Screen 啊。然后我们需要在 Screen 下头再新建一个文件啊，比如1.html 啊。咱们假设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让我去把刚才咱们生成的界面啊，这个代码把它复制下来，把它保存，然后再来2.html 啊，新建一个文件2.html，再来一页，就是这个有药片这一页啊，然后这个受代码。好了，然后呢，咱们就 Flash 吧，咱们使个快点的。这个是不是写错了啊？写错了，改名，重命名。HTML 啊，把这个文件名写错了。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根据Screen 目录下的文件是重绘2个主要2个窗口，一个是主界面，一个是药品登记页面。
行了，回车就行了，剩下的就不用我们管了，他就干活去了，对吧 ？Flash 我们希望他能够快一点干出来啊。我是 Anti-Gravity 上来了以后，直接挂了一个有 Gemini Pro 的账号上去，然后还可以吧？你看他现在说我找着这俩文件了啊，我去分析了，对吧？你看我就没有过 Figma 嘛。还有饭前饭后吃啊，这个咱就别太复杂了，感觉还是好费力啊，这个还可以吧？你看啊，他说我们现在要干这事儿，干吧，同意。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看到代码了啊，但是从来没有进去仔细看过一眼。这个有点像 Figma Make， 是的，有点像这个啊。要求字数越多越费力啊，这是肯定是这样的。这个好处理，实验性产品完全免费用 Gemini 3，是的。追上了，追上了啊！欢迎。就自动生成页面了啊！我还搞什么低代码平台？对啊，这不生成页面多没意思，对吧？咱们要生成的是 APP 啊，咱们直接生成 macOS 的 APP， 也可以生成安卓和 iOS 的 APP， 只是上架很麻烦啊，这个非常讨厌。来了，好久没来了啊，没问题，欢迎。一直用100刀的 Cloud Code， 前2天用这个什么？看了下用量，这不能看用量，看用量就完全是这个吃自助餐那感觉，觉得好赚好赚啊！我一直都是用 AI 生成的页面啊，问题是库，这个你到目前为止你也没说你到底咋用的 AI 啊，我也不打算再跟你讨论这问题了。过去的1个月算上什么 cash 啊，消耗了 token 超过了1个 billion， 对啊，我刚才看那个玩意儿就真的是感觉就是干嘛来着？感觉就是这个，这个吃自助餐吃回来的感觉啊。日本车那哥们儿说的对啊，7、8年前我还是这个两田粉丝的时候，我一个日本同学在丰田打工那年，他说他们老板被中国车吓坏了。那时候我还说丰田老板怎么会说风就是雨呢？今年才发现，用户和老板考虑的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人家没有这个危机意识，也就不会在丰田当老板了啊。做个文字解谜小游戏，感觉没问题，是这样的。你这程序要求太模糊了啊，这咱就是看个意思嘛。你要这个什么要有一个详细需求的话，咱不是得折腾半天吗？所以现在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整一个这个简单的需求啊，整完了以后呢，咱再改需求，改完需求呢，这程序咱们这程序扔了重来，对吧？不要了啊，我们就是拿这个去细化需求去的，所以这可能是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Anti-Gravity 的这个问题是插件市场。很多关键插件其实没有了，我觉得插件只要是 VS Code 的插件它都能使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哎，这是跑完了吗？这个咱看看啊，咱看看跑的怎么样了啊？这个 Lab 跑一个试试，看看能不能一遍跑通啊？这个反正每一次都不一样。现在呢，能一遍跑通的这个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啊。而且现在就算跑呢，也是只有界面里头没有功能的，咱让它跑一个试试。来啊，这个我看看啊，应该是让大家看看这个跑出来的界面是这样的。
先把原来这个停掉，然后 share 窗口，哎，哪儿去了？哦，应该是这儿呢。这个分享，来吧，应该哎，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细溜啊，但是呢，你到了 Mac 下呢，它就会变形啊，它就给你变成一长条了，对吧？主界面，看看是不是它已经把咱们要的东西给做出来了呢？吃药提醒阿司匹林啊，你看看，再推迟10分钟，看到了没？是不是有点好玩啊？啊，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吧？哎，老范又回来了。然后啊，这个你为什么不直接生成 PWA？ 这是啥东西？谷歌真的把浏览器当成操作系统了啊？都没有任何桌面软件，这个很多好东西都是浏览器才能操作啊，是这样的。APP 就应该彻底被 PWA 淘汰掉啊，这个没必要。然后刚才写的是 Flutter 的应用啊 ，Flutter 应用写出来以后呢，你是可以在 macOS、在 Windows、在这个叫什么来着？可以在 macOS、可以在 Windows、可以在这个叫做iOS、安卓、网页上啊、Linux 上都可以跑啊。这个是这个比较省事儿，就是写一遍代码，然后在所有的平台上都能跑。能做小程序吗？当然能了，这更简单啊。Flutter 这个什么等全是死路一条啊！我现在觉得 Flutter 还是挺省事儿，对吧？你又不要求那么高的性能，也不要求那么高的这个就是某一些特性的这种兼容，对吧？这能使就完了。你说我这东西一定要写一遍这个 Object C 的或者叫 Swift， 然后再写一遍这个 Java 的，再写一遍这个JS 的，何必呢？我写一遍完事儿了啊！我也不指望那么多人使。本来就应该用浏览器当操作系统啊，这个它也可以用，但是我发现浏览器里头 Flutter 还是不好使啊，浏览器里头还是老老实实 Node.js 吧。最近我发现那个 Austro 被这个谁被那个家叫谁来着？被这个被 Cloudflare 啊，被赛博菩萨给收购了啊，还是很方便的。非得用什么 Flutter 啊？这个 PWA 没玩过。我最近用 TSGO 啊，这个开源市场不给用了，这就不了解了。现在 AI 编程能让完全不懂的生成应用吗？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啊，但是这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你儿子是大学他学自动化啊，现在国内大学，有没有开很多 AI 相关的课程？还没有。先跑通主业务啊，再做交互和小功能。玩 Web Coding 要克制完美心态，是这样的。就是你一上来就要求一定很完美的话，这事儿就不知道了，没法整了啊。你看我一直在说，我搞不清 PWA 是什么，你们谁也不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有点意思啊，是挺好玩的啊，就挺好玩的。绑个音频文件，这个其实都好弄啊，这个就是你只要提需求就完了。iOS 这个你看还在讲这个东西，不知道。AI 编程让不懂的生成应用啊，我上一年光复制粘贴就做了一个实时这个音频翻译的，这个不要老写这个 MSI 是啥玩意儿 PWA 啊，不知道，不认识这个东西。它不会生成一堆啊，是。想要一个完美解决，这个没有什么完美的啊，这个
千万不要想完美的事情，完美这东西就不行了。可惜上不了架，对，就上架也不是上不了架，就是很麻烦。好奇怪，现在 AI 对于反编译、脱壳之类的黑箱，且没有说明文档的任务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它不是让你干这个使的啊，没有什么意义。PWA 就是网页应用架构啊，这样的一个缩写啊，不了解。其实 Flutter 也是一个类似的网页应用架构，跟那个 那个什么，就是那叫什么 Native Reactive 是Native React 是差不多的东西。PWA 渐进是什么网页？这个我记得叫这个搞不清楚。所有讲 PWA 的不理你们了。我的经验来说，非程序员用 AI 做应用，就是所以我说它就是离 L3还差一截啊。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到 L3，这个事儿呢，还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回头录一期视频，好好来跟大家讨论一次啊，还是挺好玩的。Gemini 网页版有 Gemini Canvas 生成景字游戏，这个只要自己跑着开心就行了。现在大学老师都不懂，也没有什么不懂的啊，只是呢，就是大学的课程你要让他很系统的做这个 AI 的东西，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吧？这个还是没有那么容易了。来，我们再看个好玩的吧。这个好玩的也是比较有趣的啊，咱们来再跑一个 code。都已经整成这样了，对吧？然后咱们再把 VS Code 拎出来，Share Screen 窗口，这个确认，来VS Code，然后呢，我们来文件打开，错了，不是打开，应该是打开文件夹。刚才，不对啊，文件打开文件夹，对啊，对 ，Flutter， 刚才那个好像是这个文件啊，来开，然后呢，给大家看个好玩的啊，这个，哪儿去了啊？这儿呢。这个东西呢叫 Open Code， Open Code 呢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啊，它呢是可以这个使用这个 OpenAI 的，你有账号啊，说我有$20的 OpenAI 账号，你可以直接把模型挂里头使。你说我有$100一年的这个 GitHub 的账号GitHub Copilot 的账号，你也可以挂在里头使。你像我的这个 Cloud Sonnet 4.5这个 Cloud Opus 4.5都是在这里来的。然后你说我有这个谷歌账号也没问题，也可以挂里头使这个都可以用，就是谷歌的这个 Pro 的账号都可以用你说我现在还想再去挂这个什么的账号这个叫做你说我现在还想挂这个其他的你说我现在想挂这个 Moonshot 这个没毛病可以挂。你说我现在想挂这个 Ollama 本地的也行甚至小米它都支持，阿里巴巴的可以， XAI 的也行，对吧？像那个 Minimax 和这个 GRM 现在专门有编程的那个代码编程的那个账号都可以用它现在全都支持，没毛病。还有包括像什么
这个硅基流动啊，它现在全都支持啊，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而且呢，这个东西支持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叫 Skills 啊，然后呢，给大家看一看啊，我现在写了有 Skills 文件在里头啊，这个就是技能文件。这个技能文件干嘛使的呢？我经常需要画图嘛，咱们做 AI 编程，AI 咱们做视频经常有背景啊什么的。你看我现在后的这个背景啊，是我需要画图的，对吧？那我需要生成这个叫什么呢？我需要生成这个叫做这个 Midjourney 的提示词啊，比如说吧，给我生成Midjourney 提示词，一间中国宋朝风格的酒楼，然后呢是中国水墨画啊，中国咱们用这个什么吧，那个叫什么来着？《清明上河图》风格，回车，对吧？然后他就干活去了。啊，它上面写着，我现在使用的是 Midjourney Prompt Generator 这个 skill 啊，然后呢，我那里头写了很长的提示词啊，它就去调用去了，对吧？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扔一大堆的技能给它，它都可以支持啊。其实那个刚才我们用的那个 Anti Gravity 也是支持 skill 的，你看啊，他就给你写了啊，一间宋朝的这个风格的这个酒楼啊，木结构的梁柱。青瓦飞檐，然后什么什么的给你写一大堆，然后呢还告诉你说是这个用什么样的镜头啊，然后下边是用这个16:9的画幅，然后是什么样的风格画，还要排除一大堆的相关的这个东西啊，咱们后边还给你建议说，你如果想要这个修改，还可以怎么去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建议啊，然后给你一次出3版。啊，这就走完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那就画呗，对吧？咱们既然都已经到这儿了，哎，是把这个提示词拷下来啊，然后我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啊 ？Discord 啊，Discord，咱们看看它会画成什么样啊？这个来这里 Discord 哪儿去了？Discord，哎，我刚才还看。啊，这儿呢啊 ，Discord，然后呢，这个我们来把这个删掉啊，然后去把 Discord 挂上啊 ，Discord Screen，哎，哪个是 Discord？Open Code，取消，再来一次，等我啊，咱们关掉几个。开的窗口太多了，他找不着我要让他展示的这个窗口了。再来一个啊 ，Share 窗口。哟，好像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别 Discord 了，咱们直接在网页里画吧。我估计 Discord 因为它自己是做直播用的，所以呢，它有可能是不允许我们去截它的屏幕的。取消，咱们在这儿直接 Midjourney 离开。对，然后我们来增加窗口，分享啊，咱们在这儿画。
呀，没有给我很好的画出这个清明上河图风格来啊。好吧，但是呢，他也确实是画了酒店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好吧，就是有这点好玩的东西啊，只要 Web Coding 还需要显示代码，AI 编程离非程序员还有很长距离。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按照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做还是可以去思考按照这个呃叫什么呢？开自动驾驶的方式来去理解 Web Coding。Flutter 和这个东西本质上还是生成一堆每一个平台一个包，而且每个平台都不一致。其实啊，他们生成的就是一个套壳的浏览器啊，这个没有那么复杂。那个现在就是用 Cloudflare 或者是 GitHub Page 部署上去给我们用了啊，这个其实也就是 Cloudflare 还是挺好使的。Open Code 可以替代这个可以反代 Codex 和Anti-Gravity 我还不太确定啊，它反正肯定是可以挂那个谷歌的这个什么的，可以挂谷歌的这个账号的。非程序员 Web Code 一个单机应用问题不大，如果是用 SaaS 服务的话，还是要很多工程化的知识。哎呀，这个你非程序员干嘛去做 SaaS 服务呢？跟自己过不去吗？不是，对吧？这个所有跟 PWA 这个我就不理你了啊。谷歌控制，哎呀，这个谷歌其实最不爱控制这些玩意儿。你手头常用的 AI 工具有哪些？这个一大堆，好大一堆。现在每个月大概花掉的可能快有100刀了啊，因为我还要消耗很多 token。然后呢，账号的话就是其实账号不多，账号就是一个 ChatGPT $20，这个 Midjourney 这个$10，然后呢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我极梦还交着钱呢，我极梦每个月大概还得交个$5。然后呢，其他的就是消耗 token，我其实消耗 token 消耗的比较多。你既然包了一个浏览器了，直接，哎呀，你就不要再研究 PWA 这些烂事儿了。这个 Coding Agent 这个可以做很多业务的中间件，感觉 Web Coding 能跑通，很多 AI 应用就都能跑通啊，这个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多东西我都可以，后台是 N8N，然后前台用这个东西稍微跑一跑，做个壳就算了啊，没必要把一大堆的业务逻辑放在这里头。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好吧，也就聊到这儿啊。今天最后跟大家闲扯了一段这个 Web Coding 的事情啊，如果是非程序员的话，估计会看的比较无聊了。那么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啊，大家下周工作愉快，再见。